男人在参加朋友的葬礼时发现了可怕的事，对面有个地方竟然在闪光。人群纷纷四散而逃，杰克则是和队友们拿着枪冲了出去。在墓碑后，杰克发现对面有2个狙击手，简单的安排了一下作战计划之后，大家一边开枪一边交替行进，不停朝着狙击手那里靠了过去。狙击手的水平真的很不错，每一枪都精准地击中了4人的墓碑掩体。只是现在他们和狙击手隔着一条小路，这已经是个很危险的距离，一不小心就可能会丧命，更何况手枪的精度和威力远不如狙击枪。于是杰克决定亲自出去吸引火力，而小队里枪法最稳的内格利则负责找机会解决狙击手。就这样，杰克冒着危险一路向前狂奔，内格利则屏住呼吸，专注地锁定目标。Fuck this！ 眼看同伴被击倒，剩下那名狙击手立刻转身逃跑。杰克见状紧追不放，一边追赶一边朝对方开枪，可他终究还是慢了一步。杀手已经钻进车里扬长而去，好在奇奇警官及时赶到，接上杰克后立刻追了上去。You got a rat in your house, so that's for sure. 奇奇听后没有回应，只是死死盯着前方，专心追赶逃跑的杀手。可为了避免伤到无辜路人，奇奇一路紧追，却始终没能超过对方，急得杰克在旁边坐立不安。You're losing our best lead. Wanna drive? 杰克见状也不再废话，直接抢过方向盘，一脚油门把车冲上人行道，紧接着又猛踩油门，朝着对方狠狠撞了过去。You're a fucking menace, you know that? 随后杀手也没有再反抗，奇奇建议把杀手带回警局审问，但杰克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他已经确定警局里有内鬼，如果把人带回去，杀手很可能还没开口就被灭口，所有线索都会断掉。 So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Look the other way. Oh, come on, man. I'm not gonna waste my time with enhanced interrogation techniques. I'm just gonna squeeze the life out of you. So if at any point before you die you feel like fully unburdening yourself, blink. 为了保住性命，杀手承认自己的确是新时代科技派来的。可杰克真正关心的不是这一点，而是任务完成后，他们要去哪里领取尾款。An abandoned building's shitty neighborhood in Queens. I can take you there. But I don't know any Langston. And who hired you? Some guy called Swan. 听到答案后，杰克明显愣了一下，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和老战友正面对上。随后几人来到一处废弃仓库，为了确保安全，杰克让杀手先进去取钱。结果杀手刚走进仓库，里面就发生剧烈爆炸，整座仓库瞬间被炸成废墟。好在杰克早有防备，否则也会一起葬身其中。事情发展到这里已经非常清楚，只要抓住兰斯顿，就能揭开全部真相。可兰斯顿一直藏在幕后，很少亲自露面，于是几人决定从他的助理马洛身上下手。毕竟之前骗他们去杀手据点的人就是这个助理。眼看杰克已经找到自己家里，马洛也只能交代他知道的情况。不久之前，新时代科技的一批导弹芯片出现异常，安全总监斯旺发现问题后，便把这批芯片全部标记了出来。但很快他又发现这批芯片并没有问题，是老板为了卖给恐怖分子制造的假象。察觉到不对后，斯旺立刻联系战友，准备暗中展开调查。可还没等事情查出结果，斯旺就突然失踪了。 Swan ever report back about what they dug up? No. I never heard from him again. Just disappeared. 按照马洛的说法来看，斯旺并没有背叛小队，他很可能早就被兰斯顿控制起来，而兰斯顿则借着斯旺的名义继续推动整件事。马洛很清楚背叛兰斯顿会是什么下场，所以他这一次干脆选择站在杰克这边，准备帮他把兰斯顿约出来，让杰克有机会解决这个幕后黑手。 That's fine. Where could we meet? 和兰斯顿约好见面时间后，杰克又去找了奇奇警官，希望他能帮忙保护马洛的女儿。奇奇听后没有犹豫，直接答应下来，并告诉杰克，警局里的内鬼其实就是警长，而且对方已经承认自己收了钱。 Told me to get with the program. And? Told him to fuck off. I know Marge since I was fresh out of the academy. I don't think he's gonna make a move on me. But I'm going to my cousin's house on Staten Island for a day or two. Just in case. 安顿好马洛的孩子后，几人立刻赶到约定地点，等待兰斯顿现身。可另一边，奇奇刚准备出发，就被3名杀手找上门来。
面对对方疯狂开火，琪琪只能猛踩油门强行逃离。如今警长已经确认是黑警，琪琪根本不敢再向警局求援，只能立刻打电话向杰克求助。马洛一听女儿陷入危险，顿时忍不住开口追问，结果这一幕刚好被赶来的兰斯顿看见。Fuck, it's a setup. Get her. 杰克察觉情况不妙，立刻出手救援，先将马洛带到安全位置。队友们见状，也马上开枪掩护杰克和马洛撤离。随后几人在另一处地点汇合，杰克让队友先去支援琪琪，自己则独自留下来对付兰斯顿。虽然队友极力反对，但杰克不愿错过这次抓住兰斯顿的机会，而兰斯顿也很清楚，杰克才是这支小队的核心，只要除掉他，剩下的人便不足为惧。杰克的战术很明确，就是把敌人逐个解决。于是他故意制造动静，钻进一辆公交车里，等杀手追进来后，他便趁对方没有防备，直接将其放倒。另一名杀手听到声音，立刻循着动静找了过来。等他看到同伴的尸体时，杰克再次用同样的方式出手。等第三名杀手发现情况不对时，杰克依旧如法炮制，将对方解决。随后，杰克打爆汽车轮胎，断掉兰斯顿逃跑的退路。接着，他用杀手的手机拨通兰斯顿的电话，借此确认了对方的位置。Killed the wrong guy's friends, asshole. 得知兰斯顿所在之处后，杰克立刻展开行动。可就在这时，一架直升机突然飞了过来。兰斯顿见状顿时大喜，知道自己的支援终于赶到，于是他借着救兵的火力掩护，迅速登上直升机。杰克看着这一幕怒火中烧，可对方火力实在太猛，他只能暂时躲避，眼睁睁看着兰斯顿从自己面前逃走。另一边，琪琪还带着孩子拼命逃命，可因为对附近道路不熟，一个急转弯后，车子竟直接冲进了死胡同。眼看退路被堵，他只能下车与杀手展开枪战，但他身上的子弹并不多，于是便让孩子先翻过障碍逃出去，自己留下来拖住敌人，为他争取逃生时间。等孩子终于跑到路边时，琪琪警官已经倒在了血泊中。It's not always fair, kid. 好在内格利等人及时赶到，终于把孩子成功救了下来。可琪琪就没那么幸运了，在确认孩子安全之后，他也彻底没了呼吸。杰克得知消息后，瞬间怒火中烧，立刻找到了警长家里，正好撞见对方准备逃跑。如果不是这个黑警一次次给敌人通风报信，琪琪根本不会死在街头。可杰克还不知道，就在他去找警长算账的同时，他的2名队友已经落到了兰斯顿手里。为了救出队友，杰克独自来到敌人的老巢，想用自己交换被抓的战友。然而对方并没有遵守承诺，还想把他一起捆上病床。No. No. You aren't in charge. 杰克之所以敢直接动手，就是断定这些小弟不敢开枪，因为这里的设备都极其昂贵，任何一台都比他们的小命重要。It ain't Neely now. Where is she? Put the gun down. We both know you can't shoot me till you find her. She's your last loose end. Right. I can't shoot you. 为了铲除杰克的团队，兰斯顿便用他的战友要挟，想逼他说出内格利的下落。可不管兰斯顿如何拳打脚踢，杰克连嘴都没张一下。于是他一气之下，直接打开抽屉，拿出了一个培养皿，而里面装的正是战友斯旺的眼球与手指。所有与恐怖分子的买卖交易都是用斯旺的名义进行的，所以就算事情暴露，也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看着战友仅剩的器官，杰克几人无比愤怒，恨不得立刻就把兰斯顿抽筋扒皮，但现在还需要等待援军，因为杰克也早有准备。来这里之前，他便联系了国会议员拉沃伊。
Your private security. Former SEALs and Rangers? 2 SEALs, 1 Ranger. Good. I need them.而拉沃伊之所以会帮杰克，是因为兰斯顿的导弹项目就是他批准的，现在也只是想借杰克之手灭兰斯顿的口，掩盖自己受贿卖国的罪行而已。对此，杰克也心知肚明，所以早就备好了另一支骑兵。而此时一直没露面的内格利也开始行动，几枪解决掉外围的守卫后，便通知了拉沃伊的海豹队员空降。而杰克也没闲着，用事先藏好的别针偷偷打开了手铐。这时，工厂的灯光突然熄灭，随着一阵爆炸声响起，3名海豹队员开始了强攻。杰克见状也趁势夺枪，配合援兵进行清场。兰斯顿见情况不妙，立刻登上直升机想要逃跑，还把迪克森与奥唐纳也带上了飞机。但这次杰克可不会让他如愿，直接纵身一跃，抓住轮胎，跟着直升机飞上了高空。而此时兰斯顿以为已经脱险，便让手下打开舱门，准备把迪克森2人丢下去。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杰克竟然从天上冒了出来。随着挡风玻璃被击中，直升机开始剧烈摇晃起来，迪克森差点就被甩下飞机，好在杰克及时把他拉住，但这也给了对方反击的机会。为了保住迪克森，杰克只能一手拉着病床，一手寻找支撑，而兰斯顿则站起身来疯狂踢打，想把杰克给踢下去。可不管他怎么用力，杰克始终纹丝不动地趴在那里，最后都给他踢累了，只好让手下上去解决。而这时迪克森正好解开束缚，拔出杰克手上的匕首。兰斯顿瞬间愣在原地，而杰克并没有一句废话，直接把他拖到机舱边缘，让他也跟战友卡尔文一样，感受了一波自由飞翔的感觉。虽然杰克已经为战友讨回了血债，但这件事还远没有结束，因为他们还必须处理那个购买导弹的恐怖分子。They're going to meet one of the New Age engineers at his home so he can teach the buyers how to put the little wing chips into the rockets. Look, I have the coordinates. Please just don't kill me. Take us there. 不久之后，恐怖分子来到导弹工程师家中，结果刚一开门，身边的手下就被内格利当场解决。可这个人显然也是见过大场面的，即便落到他们手里，依旧表现得十分镇定。在他看来，就算被抓，也不过是走个流程，只要钱到位，很快就能脱身。所以他毫不慌张地表示，自己只是负责牵线的中间人而已。You killed them. I understand that you're upset, but I didn't kill your friends. I didn't even know them. But I know you. You don't care how many people die so long as you get your finder's fee. Arrest me and get it over with. The base mindset that a person has to embrace to actually pull the trigger is no better. 可杰克根本不在乎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只要他参与了这种害人的交易，等待他的结局就只有一个。随后几人又来到一处仓库，里面正关着导弹工程师和飞行员。专家声称自己只是负责生产，兰斯顿做过的那些事和他们没有关系。杰克听后觉得这话似乎有点道理，便大手一挥放他们离开。可等他们乘坐飞机升上高空后，内格利却扛着火箭筒走了出来，想要看看是不是正如新时代科技公司所说，他们的导弹不仅可以100%命中目标，而且还能适用于便携式 RPG。Wait for it. I guess Little Wing works. 可就在这时，3名海豹队员的枪口也对准了杰克几人。看来一切都被杰克猜中了。拉沃伊果然想在事后灭口，把所有麻烦全部清理干净。I figured Lavoie was the kind of guy that would cover his ass. That's why I didn't just call Lavoie. I also called Omar Kareem in Homeland. I think that's him now. 原来杰克真正留的后手是联调局的执法部门，如今买方和卖方都已经被解决，他们背后的保护伞自然也不能放过。Is it over?
almost. There's just one last loose end that needs tying up. You've got the green light. Boy, Homeland Security, stay on the ground. Get down. Get going. We'll clean up here.杰克见事情尘埃落定，也没有继续停留，直接拿起装钱的箱子准备离开。 Oh, where's the money? What money? 连调局特工没有阻拦他，因为他们只是最后出来收尾，而杰克却为这件事失去了4名战友。不久之后，这几位牺牲战友的遗属都分别收到了一笔巨款，当然也包括牺牲的奇奇警官。而斯旺的名义再次被盗用，只不过这一次是向动物收容所的捐款。最后剩下的钱被3位战友平分，唯独杰克分文未取。 也许这位浪迹天涯的侠探根本不需要这些身外之物。侠探杰克第2季至此结束。也许从卡尔文被扔下飞机的那一刻起，杰克和118小队之间就已经不只是复仇，而是一场对背叛与罪恶的清算。兰斯顿以金钱收买权力，用战友的名义掩盖军火交易，又试图把所有知情者全部抹去。可他终究低估了这群从战场里走出来的老兵。 对杰克来说，战友不是可以被牺牲的棋子，更不是用来顶罪的工具。哪怕真相被谎言层层包裹，哪怕敌人背后站着更高的权力，他也一定会亲手撕开黑幕。导弹可以被摧毁，罪犯可以被清算，但那些倒下的兄弟永远不会被遗忘，因为真正的118小队，哪怕只剩最后一人，也会战斗到底。